想不到你们几个今后就要远离家乡，我的心里还是不能不难过。不光为我自己难过，我还为皇上难过。对皇上而言，他能够赦免你们，确实是不容易。你们几个的确是闯下了滔天大祸，皇上的宽恕最起码应该得到你们的感恩。为什么连感恩都没有呢？阿玛，我们确实感恩，可是感恩是一回事，伤心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对于皇上，我们有敬，有爱，有怨，有恨，有怕。那种感觉是很复杂的，说不清楚的。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爹，他操生死大权，这个权力非常可怕。父母子女之间生气吵架，立场不同，做法不同是经常有的事，任何家庭都有。可是，一生气就要杀人的，却只有他一个。讲得好啊，紫薇！一生气就要杀人的爹只有我一个，可是你的脑袋还是在你的脖子上，你这张嘴还是能说会道的。皇上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上。紫薇，你管我叫什么？皇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阿玛你是不要认了？是你不要认我了。在我舅公舅婆出现的那一天，你已经亲口否决了我。你不相信我娘，你认为这是处心积虑策划多年的大骗局。想到我娘终身的等待，却换来了处心积虑策划多年的大骗局，我真为我娘心痛叫屈啊！何况那天，你斩钉截铁地对我说：“不要叫朕皇阿玛，朕不是你的皇阿玛。”这些日子以来，你这些话常常在我的脑子里一次又一次的回响，所以，即使你现在还要认我，我也不要认你了。说得好厉害呀！可是你不仔细的想想，那天有多少状况一起发生了？你娘完全是让你给连累了。如果不是你撒下瞒天大谎，让我痛彻心扉，我怎么也不会让3个老百姓给糊弄住啊！糊弄？皇上，你说糊弄，就是说真相大白了。紫薇的舅公舅婆是故意那么说的，是不是？那3个老百姓才是处心积虑的大骗局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去调查，但是心里已经明白了。如果我去调查，才是对雨禾的侮辱。雨禾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不会欺骗朕的。那天我是气糊涂了。你说的对啊，我配不上你娘，因为我冤枉了她。都起来吧，都起来吧，不要跪我了。这里是南阳，我是微服出巡，所以大家把称呼都改一改。我是老爷，你们大家都坐下，跟我吃一顿家常便饭。来，福伦，你跟我坐，他们几个小辈就坐在对面了。阿玛，我怎么都没想到你会亲自到南阳来。我是没办法呀，我前前后后调了多少人来找你们呢？做一个不许伤害你们，又一个毫发无伤的带回来，结果你们还是弄得遍体鳞伤，一下子摔马车，一下子掉悬崖，一会儿眼瞎了，一会儿受伤了，听得我胆战心惊，坐立不安呐。这才把福伦也派来呀。结果你们个个伤痕累累，还负着气不要回家。你们要我怎么办呢？是下圣旨命令你们，还是我亲自来请你们呢？阿玛，让你这样操心劳累，我真是该死，我太对不起你了。不要说对不起，
此时此刻，我不是皇上，我只是一个失去了儿女的父亲，而且是一个没有骄傲、没有火气的父亲。孩子们，在外头流浪的日子还没过够啊！冬天很冷啊，已经下了好几场雪了。漫长的冬天，你们在外头怎么过呀？书房斋里火炉已经准备好了，棉袄也准备好了，厚厚的棉被也都准备好了。明月彩霞，小桌子小凳子，天天都盼着你们回去啊。那是鹦鹉，天天在窗户格子底下喊：“哥哥吉祥，哥哥吉祥。”皇妈，请你不要对我好，你骂我也可以，凶我也可以，对我去火的瞪眼也可以，就是不要对我好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再也不回那个回忆城了。你一对我好，我就没辙了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对我好了。回忆城？是。我们大家都把皇宫叫做回忆城。那个地方，已经是我们的回忆了。你们总不至于连跟我吃顿饭都不愿意吧？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小燕子，我从回忆城里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杏仁酥。你大概很久没吃到杏仁酥了吧？紫薇，你最爱吃的核桃糕我也给你带来了，还有绿豆糕，松仁花糕，还有枣泥馅饼。我记得你们都最爱吃这些小点心了。我是临时决定要带这些小点心来的，所以把御膳房弄得手忙脚乱。可惜路上走得太久了，就算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，也还是耽误了好几天。哎，快吃吃看，看看还新鲜不新鲜了。两个丫头啊，我常说你们亲切的像我的两只手。你们想想看，我怎么能失去我的两只手呢？你们有气，有失望，有委屈，现在也都该过去了吧？我也有气，有失望，有委屈啊！你们把我的爱妃都弄丢了，我不是也让她过去了吗？你们两个是我心爱的女儿，我不能让你们流落在外面。更何况你们还拐走了我心爱的儿子和臣子。皇阿玛，对不起，我犯了好多的错误。不要说了，紫薇，你的眼睛怎么样了？诊好了吗？我带来好多太医，一会儿让他们给你会诊。皇阿玛，好珍贵的3个字啊！好了，擦干眼泪，赶快吃东西。吃完了东西，回到那个贺家去收拾收拾。你们那些生死之交，我也听说了，他们都拼命地保护你们，个个都有功。等我们回到回忆城，再给他们论功行赏。皇阿玛，你这样待我们，我心里很感动。有任何的委屈，现在都不存在了。但是，我
能不能跟你回去？我知道不应该再说不要了，可是我和我哥哥相认了，我现在有个哥哥了，我想和他在一起。我们决定了，要去云南大理。哥哥？什么哥哥？关于这个哥哥，我得跟老爷慢慢解释。你们还是不肯回去？在那个回忆城里，我和小燕子都是异类，实在没有容身之地啊。有我撑着，怎么会没有容身之地呢？有你撑着，仍然会有我的舅公舅婆出现，仍然有老佛爷的怀疑和不满，仍然要面对皇后的疾言厉色。最后，当人人都在指责我们的时候，您就动摇了。看来你们这口气还是没消啊。你们两个怎么说？皇阿玛，从小你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，一个叱咤风云的皇帝，光芒万丈，不可一世。可是距离我却很遥远。直到此时此刻，我才深深感觉到，你也是一个慈爱宽容的父亲。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跟随你，也以做你的儿子为荣。可是重回皇宫，真的让我们四个很为难。我们劫后余生，最怕再入苦海。阿玛，请你原谅。皇上，在这次逃亡里，我曾经被砍了2刀，差点失去了我这个右臂。我知道失去手臂的痛，实在不忍心让您再痛一次。但是，紫薇和小燕子在宫里饱受迫害，他们又不懂得人情世故，再次犯错的可能性太大。如果您真的爱他们，不如放了他们，让我和永琪也跟他们一起去流浪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，算是您对我们的恩赐吧。他亲自跑到南阳来接你们回去，他居然能够放下身段，日夜赶路到南阳。你们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哭过了？来，快吃，这是御膳房的点心，平常还都吃不到的呢。他带点心来给你们吃。小姐，这都是你们最喜欢吃的点心啊。是啊，皇阿玛说，连夜要御膳房做出来的。看到皇阿玛这样，我觉得我们好残忍，好自私。他几乎是在迁就我们，讨好我们。许多他从前不说的话，现在都说了，说的那么低声下气。可是，我们还是坚持不回去。我们比他狠心啊！我们不能再来第2次了。好不容易离开了皇宫，好不容易来到了南阳。如果我们再半途而废，以后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再遇到第2个香妃，这个闲事我们还管不管呢？这次遇到皇恩大赦，我们死里逃生。下次呢？下下次呢？就是。他亲自来南阳，他说要接我们回家。他说他不是个皇上，只是个没有骄傲、没有火气的父亲。听了这些，我真的不能不感动。他没有派人追杀我们，那只是一个误会。我娘的事，他也明白过来了。砍头不过是要吓唬我们。小燕子，你赶快跟我说一些他不好的事情，免得我又举棋不定了。我看你们就算了吧，大家改变路线回北京去吧。我和柳红、金锁
重新把惠宾楼开张，你们回去继续做你们风风光光的格格、阿哥和御前侍卫，这样大家随时可以见面，可以和大杂院的老老小小聚会，不是挺好吗？我看你们就忘记大礼吧，大家都打道回府，各归各位，也免得我们一南一北分了2个地方。金锁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在为分别掉眼泪了。就是，小姐，你最气的就是皇上否决了太太，现在他已经想明白了，你的气也就应该消了。他好歹也是你爹啊！如果你真的要去大理，我哪一年才能见到你呢？不要去了，回宫吧。小姐，你生气了？我当然生气了，而且非常失望。我已经勾画出许多的图画，到了大理，我们要怎么的生活？现在看样子，我们永远到不了大理了。我们没有说要回宫啊，也没有答应皇阿玛。小燕子，你不可以再回到那个回城里去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我的妹妹，你就跟我走。小燕子，你听我说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何必那么激动呢？我们大家并没有要放弃大理呀。那有我们的梦想，是我们理想中的天堂，我们不会让它轻易失去的。啊，我们到外面散散步去，我给你从长计议，好不好？我们外面谈。难怪萧剑会生气，好不容易把我们带到这里了，我们居然想回去。我看我们还是仔细想想再说吧。你到底要跟我谈什么？谈你跟小燕子的杀父之仇。刚才在屋里，你是不是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了？如果我不把你拉出来，你就准备在大家面前，把你苦苦隐藏的秘密就这么公布了。你不是说不会剥夺小燕子的快乐吗？如果你不小心说出来，你认为小燕子还会快乐，还会开心吗？难道你知道了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猜测。我把跟你认识以来的点点滴滴拼凑在一起，觉得你的身世很不简单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的杀父仇人就住在回忆城里，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很密切。你怎么猜出来的？难道我猜对了？那个人是……不会吧？你猜的是谁？你就告诉我吧，你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，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？你越是吞吞吐吐，我就越着急。难道那个人是老爷？你太厉害了！没想到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你猜对了，就是那个人。他就是你们那个卧农帮的帮主。真的是他？不错，就是他。那你的父亲到底是谁？我的先父就是当过知府，后来因为文字狱被乾隆斩首的方知行。方知行，文字狱，文字狱。我爹做了一首诗，被冠上了反清的思想。牵连我们家每一个人，当初有的砍头，有的入狱，被处刑的共有19口。对，你们那个瞌睡龙，就是我和小燕子的杀父仇人。你有意接近我们，不只想认妹妹吧，还想混进皇宫，
不错，我是很想混进皇宫。今生我唯一一次有了报仇的机会，就是装扮成萨满法师接近了乾隆。我看着他，跟他四目相对，那一刹那，我要取他的性命，简直轻而易举。我也差点做了。好险啊！那你后来为什么又把机会放弃了呢？是为你们每一个人。我实在没有想到，和你们几个萍水相逢，你们居然对我推心置腹。我这个人，别人对我推心置腹，就愿意为对方粉身碎骨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江湖中能结交这么多生死之交的原因。那天，我看着你们几个为了蒙丹和韩香去冒生命的危险，也看着你们几个对瞌睡龙的那种崇拜、依恋和矛盾，体会到你们一面欺骗他，却一面爱着他的情绪，我下不了手。多亏你手下留情，不然真的会天崩地裂，不可收拾。小姐，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小燕子知道。为什么不可以让小燕子知道？你想想清楚，小燕子跟永琪已经海誓山盟了，她将来就是皇上的儿媳妇儿。如果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原来是这样的，她还能跟永琪成为夫妻吗？这正是我矛盾痛苦的原因。为了小燕子的幸福，似乎应该死守这个秘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曾经想送你们到这儿就离开你们，连妹妹都不要认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小燕子已经进了宫，认贼作父。认贼作父，这4个字太严重了。对你来说，当然太重了。那个瞌睡龙是你崇拜的对象。对我来说，我们全家的死难，只有我和妹妹仅存。小燕子又阴差阳错地进了皇宫，当了格格。是不是我死去的父母，在带引这条复仇之路呢？不能这么想，太偏激了。小姐，文字狱是每朝每代都有的事，是每一个帝王对思想的统治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的先父是不是有反清思想呢？如果他有，他就该死吗？不是他该死，是他犯了大忌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这个时代会进步，人类会走到一个言论自由、思想自由、信仰自由的时代，但绝不是现在这个时代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文字狱的死难者是思想的殉难者，是为理想而死的。看样子，你们一个个仍然对他死心塌地。因为在我们心里也有一股正义感，就是这股正义感让我们不顾一切地去救韩香，也是这股正义感让我们不能抹杀皇上的好，皇上的英明。其实皇上对小燕子真是宠爱有加，他明明知道小燕子不是格格，却依然对她视如己出。如果说皇上使小燕子成了孤儿，可冥冥之中却有一股力量，把小燕子牵引入宫，让皇上成了他的父亲。这不是一种很神奇的回报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让小燕子继续当她的还珠格格，让她继续把杀父的仇人当成爹吗？有什么不好啊？只要他不知道真相，他会做一个快快乐乐的还珠格格。只要皇上不知道真相，皇上依然会对小燕子宠爱到极点。上苍用另一种形式把这个血海深仇化解。你自己也说过，报仇不是你生命的主题，你也不会把小燕子变成一个满心仇恨的人吧？
是啊，所以我很矛盾。那么，这个血海深仇要怎么办？你这个血海深仇要报起来，并不容易。万一失败了，又有多少颗脑袋要落地？包括被你救下来的小燕子的脑袋在内。万一侥幸成功了，你却杀了一个好皇帝，成了整个中国的罪人。你的家和国比起来，哪个重？尔康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的聪明、你的才智、你的观察力和说服力，让我自叹不如。乾隆有你这样的臣子，是他的福气。可惜啊，他不知道珍惜。我就说，不能和你们这些人在一起。跟你们相处久了，会忘记自己是谁。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，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饶恕。谈这两个字好容易，做这两个字好难。我怕我没有这样的胸襟。为了小燕子，试试看。原来是这样，太不可思议了！现在我才恍然大悟，什么都明白了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小燕子知道了，不是天下大乱吗？你们告诉萧剑，如果小燕子知道这件事情，她一定会承受不了的。我说了，什么都说了，所有利害得失我全都分析过了。其实萧剑也是个很聪明的人，我分析过的事情，他也都想过几千次、几万次了。他清清楚楚的知道，要想不伤害小燕子，就什么都不能说。可是事情牵扯到杀父之仇，只怕谁都无法一笑置之。依你看，他会死守这个秘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才体会出，为什么他身上总有一种沧桑感。我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他的矛盾和痛苦。除非有一天他能够潇潇洒洒地把这个仇恨彻底忘掉，否则他永远都会痛苦。你认为他会彻底忘掉吗？有可能，只是好难。有大智慧的人就做得到。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呢。只怕饶恕两个字是属于神的，而不是人的。尔康，我们不要再犹豫了，一定去大理好不好？去了大理，这些恩恩怨怨就不会存在了。是，我们去大理。永琪、尔康、紫薇、小燕子，老爷来看你们来了。小燕子、紫薇，我来看看这些帮助过你们的朋友，也来看看小燕子的哥哥。既然你们都不要跟我回去，我要回北京了。皇老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又给我改姓了？什么黄老爷啊？我是艾老爷。是艾老爷。想起那次微服出巡，真是记忆犹新呐。可惜你们已经决定去大理了，不然的话，真想带着你们几个再微服出巡一次。这次我们可以去江南。小燕子，听说你是杭州人，那个杭州真是美极了。皇上的吉祥。不要跪我，叫老爷就好。老爷，这是柳青，那是柳红，就是汇宾楼的老板，对不对？哎，是。你们的汇宾楼，福伦已经跟我说了，回去以后立刻叫人把封条拆了，你们可以重新开张。以后任何人都不可以再查封汇宾楼，这是承诺。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。谢谢了。小燕子，你那个哥哥呢？
老爷，我给您介绍，这个是我哥哥萧剑。这种眼光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们见过吗？哎，老爷，哎，这边坐啊。金锁，快给老爷泡茶呀！老爷最爱喝的茶叶呢？哦，老爷爱喝的茶叶哦。小姐，老爷最爱喝的茶叶，我们好像没有带来。嗨，随便什么茶叶，老爷爱喝茶，先倒杯茶再说话。哦，是。小姐，你不要逼我出手。来，老爷，我告诉你，我哥哥啊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人，老天对我真好，给了我一个好哥哥。福伦告诉我，你和小燕子是兄妹，父母临终的时候把你们一南一北的托付给人抚养，所以你们兄妹失散了。是。听说你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小燕子，所以要带她去云南定居。是的。听说你能文能武，饱读诗书。世上哪有能文能武、饱读诗书的人？人生这么短暂，学问那么广大，用有限的生命去学习无边的学问，谁能学得完呢？这几个字太重了。你既然是小燕子的哥哥，等于也是我的孩子了。我看你一表人才，谈吐不俗，你愿不愿意随我回北京去博取一个功名，给你早逝的父母光宗耀祖啊？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愿意。不愿意？哼，你大胆好干脆啊！为什么呢？人各有志，我海阔天空已经习惯了，只想四海为家，不求功名利禄。好，我尊重你的意愿。小燕子、紫薇，你们两个过来。两个丫头啊，这次我的一道斩首示众的命令，逼走了我的几个心爱的孩子。这些日子，我确实是悔不当初啊。今天当着你们的朋友和哥哥的面，我要送给你们两个一件礼物。以后不论你们两个在哪里，这件礼物对你们的帮助会是很大的。万一我要是发了脾气，又要你们的脑袋，他会救你们一命。这是金牌令箭，在朝中只有立过战功的大臣才能得此殊荣，得到我的金牌令箭。你们傅六叔有一块，赵惠将军有一块，连福伦都没有。今天我破例把这2块金牌送给紫薇和小燕子，允许你们拿出金牌，就代表我的命令，可以免你们不死。记住，只有3次机会，如果你们闯下大祸，到第4次，这个金牌也救不了你们了。这3次限制，就是免得你们滥用金牌的权利。现在你们两个不会再害怕我动不动就要你们的脑袋了吧？老爷，我们不能收这个。你可以收，这是我的赏赐，只能谢恩，不得拒绝。砍别人的脑袋的时候，我也能用金牌令箭的权利去救别人吗？可以，任何人都可以。哦，只能用3次。你不要阿猫阿狗的都去救，最后自己的权利都没有了。哦，我看你是一天到晚的闯祸，这3次权利够不够用都是问题啊。你还是省着点用吧。
哎呀，这个礼物真是太好了，太有用了。老爷，你干嘛不早点给我呢？那么我们上次就可以用它，也不会闹到今天这样翻天覆地的地步了。哎，小姐，你看我有金牌令箭啊！老爷给了我一个金牌令箭，这样子我以后就不会被砍脑袋了，因为我有金牌令箭了。还有戏，你看呢？小燕子，老爷给你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殊荣哦。什么丝绒？这不是丝绒，这可是金牌。老爷，请用茶。你们要把东西收好，不要丢了。只要拿出金牌，任何人见到金牌，就像见到我一样。这个金牌，它的效用还不止这一点啊！文武百官见到金牌都要下跪，所以不要随便的拿出来。是，那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也是，恭敬不如虫子命了。你是什么虫子啊？蜘蛛啊，我们大家全部都是蜘蛛。蜘蛛？为什么你们大家都是蜘蛛啊？这话我就听不懂了。尔康说的，我们大家都是蜘蛛死了还会活。蜘蛛死了还会活？为什么呀？老爷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小燕子，这些日子没看到你，这种笑话我都差点忘了。好久没有这样开怀一笑了。紫薇、小燕子、永琪、尔康，你们要好自为之啊！从这儿到大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。紫薇身子弱，在路上风吹日晒的，要格外小心。小燕子好管闲事儿，有勇无谋，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她。听说你们身上的钱都花光了，我让福伦准备了一些盘缠给你们，还有穿的用的，还有药材也都准备了。要走远路，有备无患才好啊。好了，你们要爱护自己，保护自己。我走了。皇阿玛，我跟你回去。紫薇，你不是已经决定？尔康，那个大理很好，可是我走了20年，才走到我爹身边，就让那个大理再等我几年吧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紫薇要跟你回家，我也要跟你回家。萧剑，人生没有解不开的仇恨，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你就让它过去吧。我很好奇，刚刚你拦在我的面前，是怕我对那个老爷下手，是不是？我怎么可能那么轻举妄动？但是，如果我真的下手，你该怎么办？和我拼命吗？是，我会跟你拼命的。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在紫薇还不是格格的时候，我们曾经一起跟老爷去微服出巡。有一天，我们赶上了一个庙会，当时所有的人都去围观八仙表演了，老爷身边就只剩下一个完全不会武功的紫薇。谁知道，八仙都是大圣教的刺客，
那些刺客突然发难，有一个武功高强的老头拿了把尖刀，突然刺向了老爷。当时紫薇连想都没想就挡在了老爷身前，那把刀就刺进了紫薇的胸口。直到现在，紫薇身体都不是很好，就是因为那一刀的缘故。真的？所以刚才如果你出手了，紫薇一定会挡在前面的。我也会，永琪也会，小燕子也会。你们都会他奋不顾身？是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冒险。你是我们大家的生死之交，你是小燕子的亲哥哥，你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不要伤害我们，不要让我们这么多人都成为你仇恨的牺牲品。我言尽于此，希望你能够大彻大悟。我好喜欢那个喝着酒念着诗的小剑。一箫一剑走江湖，千古情仇酒一壶。两脚踏遍尘世路，以天为盖，地为炉。好大的气魄呀！哎，这情仇两个字是我们的误解吧？应该是情仇，仇恨的仇，是不是？我们回到屋里去吧。我们两个单独跑出来，老爷会觉得奇怪的。走。你们决定跟我回去了？我们决定了。我们决定跟你回家。永琪，你呢？老爷，连小燕子都决定跟你回家了，何况我呢？尔康，你呢？老爷，他们三个都决定了，我们大家行动一致，都跟您回家。我们那个家庭战争到此为止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有伤心，都有委屈，让我们把这些伤心和委屈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牙齿和嘴唇那么亲近，还有牙齿磕到嘴唇的时候，让我们当这次事件是牙齿磕到了嘴唇，总不能一生气就把牙齿给拔了，是不是？我刚刚认了小燕子，很想带她去大理，但是我知道，我带不走她了。我只有认命了。看了大半天，才觉得一个爹对于她的意义，远远大于一个哥哥。她有人这样宠着、照顾着，还有救命的金牌令箭当护身符，我应该对她放心了。这一路上，我一直在问他们大家同样一个问题：皇上这样追杀他们，他还是不是一个人君？他们个个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一个字：是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为了你是这样一个人君，为了他们几个对你的敬爱，我只好放手了。大理，我明白了，那是你们大家的梦啊！看你们每个人心心念念的要去大理，我一定成全你们。但是你们不管上哪儿，都应该先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办完，是不是啊？谢谢老爷。我不许你走，就是不许你走。萧剑，你再仔细想一想，
你真的要离开我们大家吗？现在大局已定，你们各归各位，我是多余的了。你怎么会是多余的呢？你是我的哥哥呀。虽然我们不能马上跟你去大理，可是皇阿玛已经答应我们了，到了明年春天我们就可以去了。所以呢，你先跟我们回北京，到了明年春天我们再跟你回大理，好不好？你们既然决定回北京了，我就和你们大家在这分手吧。我不要跟你分手，我还要跟你学方家剑法呢，我还要跟你学成语呢，我要跟你一样变得有学问，一张口就能吐出文章来。我不要跟你分手。秀燕子，我已经找到你了，看到你过得很好，我的心事已经了了，应该是飘然远去了。你不能飘啊飘，去啊去，你要是飘啊飘，去啊去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小姐，我福尔康一向自视很高，很少佩服什么人，可是对于你，我打心眼里佩服。尤其是听到你对皇上说的那几句话，我感动极了。现在才明白，真正有大智慧、大胸襟、大气魄的人，是懂得饶恕的人。和你比起来，我们这些人都太渺小了。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朋友，我舍不得说再见。我也舍不得啊。小姐，华玛已经说过了，回到宫里要给我们办喜事。难道你连自己妹妹的婚礼都不参加吗？如果你不参加，小燕子一定不会快乐。就是，你要是不参加的话，那我就不嫁了。啊？你不嫁了？我走了，你们可能会安心一点。我已经对你安心了，很诚恳地邀请你去北京，惠宾楼会永远有你的房间，我们可以常常见面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你不肯跟我们回北京呢？难道我有了皇阿玛就不能有哥哥吗？如果我两个里面只能有一个的话，那我跟你去大理。小燕子，你不能出尔反尔啊！什么出尔的戏尔的，我就是不要跟萧剑分开。什么哥哥呀？你八成就是骗我的，好吗？你走啊，你走啊，你就不要管我了。等我把金牌令箭用完了，你就等着皇阿玛砍我的头好了。小燕子，你不要生气。我怎么可能不生气呢？我生气，生好大的气！我气得死掉了，气得昏掉了，气得升天了。好了，我投降，我和你们一起回北京。我真拿你没有办法，拿你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。我投降了。要想做你这个大家庭的人，就要忘了我是谁。我太高兴了，太得意了，我都快飘啊飘的，都飘起来了。怎么可能像我这么倒霉的人，会遇到这么多好的事情？就算回宫以后有一大堆的黄鼠狼等着我，我也不害怕了。小姐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。真好啊，你们两个又在我身边了，这种日子实在幸福啊！以后我们都要学会珍惜，不要再闹别扭了，啊！那你也不要用砍头来吓唬我，太严重了。好，那我们可要约法三章了，以后你们也不许把我的妃子偷出宫去，这也太严重了。
好啊，那你也不要左一个妃子右一个妃子的娶进宫，这也太多了吧？你们两个管得真多呀，连我有多少妃子也管。我看我是让你们这两个民间格格给吃定了。哎，那怎么会呢？老爷，请喝茶。老爷，有一件事情要禀告你一下。金锁我已经做主把她嫁给柳青了。哦，现在正是新婚燕尔，所以我想不要再带她进宫了，免得以后出宫进宫的时候还要经过进士房的批准，挺麻烦的。是。到了北京以后，她就跟着柳家兄妹去惠宾楼。哦，金锁，我都忘了恭喜你了，什么时候结的婚呢？谢谢老爷，就在小姐预备去大理的时候赶着办了。嫁给柳青了？哎，我记得在紫薇拔刀的时候，不是把你许给尔康了吗？怎么又嫁给柳青了？那要问小姐喽。我和尔康都觉得，金锁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她不是我们两个的附属品，她有权利拥有一个完整的婚姻。完整的婚姻，这大概也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吧。你们真不简单呐！这一路上要逃追兵，要打架，要受伤生病，还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要交朋友，要认哥哥认妹妹，还要办喜事，你们真是忙得不得了啊！可不是，忙得不得了。金锁啊，现在匆匆忙忙的。等回了宫，我让令妃给你准备一份嫁妆。你跟紫薇这么多年了，可不能亏待了你啊！谢谢老爷，我不敢当啊。敢当，怎么不敢当啊？紫薇小燕子，你们两个唱歌给我听吧。我好久没有听到你们唱歌了。是，好，我们唱《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》。好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，不能和你分手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，不能和你分手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草满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草满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何健，你听到幸福的声音了吗？这是从内心里发出的声音，是人生最美妙的音乐。我明白了，了解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打到这种幸福。哎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笑得这么开心？我们在听他们唱歌，我说这是人生最美妙的音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给他们和声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